我曾以为可以牵着你的手走很久很久，那些时光总是那么的慢悠悠。我曾祈祷你会是我今生的新娘，我为你掀起盖头，就这样到白首。我曾想过一生与你十指紧扣，却不想你就那样消失在路的尽头。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鹏23岁，来自湖南，是一名学生；女嘉宾小陈同样23岁，来自湖南，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今天为什么来？谁要来的？我要来的，为什么？因为我跟我女朋友其实认识7、8年了嘛，然后她是我初中同学，我们家跟他们家关系挺好的，就是因为关系好嘛，她就已经跟我订了婚了。然后但是她就是上个月二话不说一个人走，然后打她电话也不接，我就比较着急，我就问她的朋友到底什么事儿，然后她朋友说她根本就没有去长沙，而去了广州。去广州的过程中，她还就是说我们家给了她一笔那个彩礼钱嘛，订婚的彩礼钱，然后彩礼钱也被她就用了，就是说我们家这边想要问一下她到底什么意思。我因为接到了一个面试的通知嘛，所以我就去了广州。然后去广州的时候呢，本来是没有工作的嘛，然后我身上也只有一点点钱，所以我就动用了那个卡上的钱，也只用了一点点。然后他们就总是抓着这个不放，本来也是打算回去之后马上把这个钱补上的。可是我去广州不回来的原因是什么？本来是打算明年结婚的，可是你妈就直接定了酒席，什么话都不跟我说，就只要我今年5月份就结婚。为什么定到今年？就是因为他有个朋友，他们家儿子本来是准备今年结婚的嘛，突然改变主意想去旅游结婚，然后他们就已经定了这个交了这个定金，不想把这个定金浪费掉。知道我们俩要结婚，就跟我妈说可以便宜点给我妈。我妈当时就想多么好的事啊，第二天就直接把定金就交给他了。我能问问你们俩的事儿吗？我听到现在啊，听的都是我们家怎么着，我妈怎么着，你妈怎么着。他妈就是没有尊重过我，他们家都在逼我。好，咱们说点你们的事儿。这个资料上面说是学生对吧？对。现在算实习期是吗，姑娘？算。你现在想嫁给他吗？不想。不想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家从来没有尊重过我，我说什么他们都否定我。啊，你对工作有什么打算吗？因为我是学设计的嘛，我就想找自己相关的工作，可是他们家就什么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安排你去哪儿啊？我们那边香港一个工厂。那工作不是挺好的吗？整天都是让我整理些什么文档啊，就是复制粘贴。我是个学设计的，我每天像个木头人一样坐在那里。你知道那个工作多么难找吗？我妈托了很多人找了关系才帮你找到这个事。我知道你妈找这个工作不容易，可是我并不喜欢这个工作呀。跟你说了很多遍，我不想这个工作。啊，明白了。你妈是不是希望你们早点结婚，早点要孩子？对。姑娘，你想吗？不想。因为我觉得我们还年轻，我还有很多理想，我有自己的规划还没有完成的。啊，你的规划是什么？说来听听吗？我就想，其实我主要是想28、29岁才生孩子，然后之前我就想去广州找下是关于我们这个设计相关的工作嘛，多学习一下经验啊，然后就自己回来开一个小工作室。你认同你女朋友或者叫你未婚妻的打算吗？他的这个想法，我觉得是挺好的，他完全直接否定我了。但是我妈那边就比较，她就是什么事都是你妈妈决定的，你就是做你的乖乖儿子，就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吗？你想过没有？你现在还没有毕业，你就去想要开工作室，你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资金的问题。然后我妈这边她又没多少钱。你说做什么事情不困难呀？而且我只是跟他妈提了一下这件事情，然后他妈就直接否定了我，就说女孩子家就是应该早结婚，然后早生孩子，然后就不需要在外面抛头露面的做事情，只需要在家里带孩子，也不在乎我赚的那么点钱。他母亲了解你自己的这种设计能力或者什么吗？完全无法沟通。那你的态度呢？我就是说我妈，因为她催的比较紧嘛，反正什么事都是她妈妈。就是说你看我表弟都已经结婚了，我家里整个。你表弟没有上大学。那你父母对此有什么意见呢？我爸妈觉得他们家对我是挺好的，然后什么事情都把我安排好了，也愿意我这么早结婚嘛。所以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我，我觉得很孤立无援。我觉得我真的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我每天做梦都在想这件事情，所以我只能去广州了。我这儿有一段你母亲的一个电话采访，我们先听一下老人家的意见，好不好？来。
这次是我也挺不乐意的，我给他托人找工作，说不干就不干了，也不跟我们商量，挺不懂事的。但是我儿子呢，就是放不跳他，我们家对他也真是挺好的，什么都不用他操心。我妈就想让他们早点结婚，早点抱孙子，他外婆也想要生孙子。女孩子嘛，主要就是结婚生孩子，照顾好这个家，照顾好我儿子。我们也不指望他赚什么钱，对吧？该结婚就结婚，好好过日子。你瞧他家什么态度啊？总是说结婚生孩子，永远就饭桌上面永远都不离开这个词，做什么事都很强势，永远都是在安排我。你们俩认真谈过恋爱没？都谈了3、4年了。谈3、4年和认真谈它不一样。你们俩感情好吗，兄弟？我们感情是挺好的，就是没有什么矛盾，就除了这件事情。你们是在一起读书吗？我们初中同学。我初中、大学也是吗？不是在一个学校。是啊，我在湘潭，他在长沙，异地谈的啊，谈的还不错，还行。我就是因为我妈这个婚姻的事情，他们家太强势了，我没有说话的权利。哎，我问问啊，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是学销售的。销售哈啊，就是他未来你母亲给他安排这工作，加上你挣的钱，能养活自己吗？他那个工作也挺好的，跟他安排的工作，在我们那边有3500一个月。3500算什么呀？我知道，而且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姑娘，你暂时要回去还是不回去？不回去。是准备说我就在那儿把我夫君也带过去跟我一起创业，还是就此撕毁婚约？不是，我说过了吗？我说我想去广州，只是找下经验嘛，然后就是自己也就是实践一下嘛。明白。然后再回来。你母亲知道他这个态度吗？不知道，他就我母亲以为他是就是说骗了我们嘛，就直接不回来了。你母亲认为他是骗婚啊？你知道这事儿吗？他也没怎么说，他就态度跟我一直不好，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回来，让他来这边参加节目，想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你就给个明白话呗。我就说我要选择自己的工作，我不想被你们家安排。我知道你想要开一个工作室。但是你考虑过工作室有多难吗？我问问啊，小伙子别着急啊，你做得了主吗？就是今天你们俩谈完这件事儿，你就能做主了，还是说跟你谈完之后你还得回家请示你妈？因为我知道我爸妈不兴，也不容易嘛，然后我也想听我爸妈的意见。嗨。那我们跟你谈什么呢？你又没把爸妈带来，我们怎么谈呢？当然我肯定会有我肯定有自己的主张，我就是想要他。你有主张吗？你每次都是帮着你妈，没站在我的立场上面想一下。我哪里没有为你考虑啊？你说你买房子的事情，我不好跟我妈开口吗？我知道你跟我说了很多次，想要住一个新房，然后小一点无所谓，但是想要你自己设计。我跟我妈也说了，她就是想，我妈的心意也是好的。我很简单呀，为什么？我只是想设计自己的新房，然后我想要落地窗，我想一个我自己设计的衣帽间嘛。我觉得女孩子就是这样子啊，你为什么这点要求你们家都要否定我呢？都不得同意呢？那不是否定，他是想着现在这钱买个20房就能省多少？省这么多钱嘛？我不在乎这钱，我不在乎房子是多大的，我只要自己设计就行了。听明白了，有点意思了。哎，心里特委屈吧？是的。你觉得你们家人做的仁至义尽，对不对？啊，他还挑理，姑娘心里更屈是吧？你觉得我这哪里是嫁人呢？要去他们家生孩子，你看生育工具，所以这样怎么可能拿到幸福的婚姻呢？所以老师们，这一对应该怎么办？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孩，你觉得她的母亲太强势了，对吧？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因为你的男朋友太弱了。但凡如果你的男朋友够独立、够强势、够有主见，他的母亲一定不会出现。就是因为你的男朋友从小就被家里头被母亲安排的妥妥当当，并且他自己也习惯于这种安排。而且他肯定还特别纳闷儿，怎么这么给你安排好了，然后你自己找工作又苦，然后我给你安排的工作挣的又很多，你为什么不愿意呢？因为他自己啊享受着这种安排。男孩，你知道你的母亲为什么这么掺和你们的事儿吗？我告诉你，你的母亲想要自己的一个替身，在她不能够照顾你的时候，有人来照顾你，因此
安排好了他的工作、婚期、婚礼、婚房。简言之就是说，记住了，你所有的现在一切都是我给你的，你唯一能够回报我的就是对我儿子好，照顾好他。所以你的母亲是在给自己找一个替身，你必须要独立起来，像一个男人一样，你不是孩子了，站出来跟你的母亲说，这是我的事儿，我成年了，你一定要放开我，让我们自己去做。所以给你们建议就是，你可以暂时在广州找到自己的那份想要的工作和生活，而他呢，你如果够爱他的话，敢不敢去广州找他呀？敢不敢过一段异地恋呀？敢不敢跟自己母亲说对不起？好，这个婚如果是我们要结的，我们结；如果不是，劳您驾，不要干预，好吗？好，谢谢曲总。寇老师，结婚是什么？结婚是两个人都要离开父母，有独立自主的人格，跟另外一个我爱的对象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没有要我们抛弃父母哦，其实父母仍然是我们孝敬跟爱的对象，但是我们要开始承担一个新的家庭，因为你传话传得不好，造成了一些误会，所以如果有一天要修补，你得花更多的力气，要靠你做中间的桥梁，告诉你的父母亲说，我们误会他了，他只是去散散心，找找朋友，或去试试看工作的可能，其实他是很有才能的，很有实力的，我欣赏他，我相信他，爸妈你们也要相信我所选择的女人。你的态度坚定，才能让你爸妈知道他们选择了一个比他们以为的更了不起的媳妇儿，不是只能生小孩跟当家管，也许他还有其他的才华，对吗？是的。也许他的人生不只是一个月可以赚3500，也许他想要赚35000呢，谁知道呢？对吧？而我想要问女生的是，我就告诉你，到目前为止你的男人是个妈宝，但是你怎么会谈了4年恋爱才知道这件事呢？刚开始因为他对我也挺好的，然后就有时候我生病了，他也就是我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所以他的好处你知道的，对吗？就除了我自己的梦想，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做决定的事情，他直接无法跟他沟通的事情。好，所以他的优点第一个是对你好，对不对？还有一个我想问你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说你要追求梦想，对吧？一方面是因为最近压力特别大，你突然要被逼婚，然后突然要逼着生小孩，突然要逼着从此被关在一个你觉得想象不到的世界里了。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是因为你发现你的朋友们都还没有结婚，他们都还在过着青春精彩的人生，对不对？我告诉你一个实话，凡事都有一体两面的，精彩冲刺的刺激人生，某个程度就象征着没有保障跟还没有找到一个归宿。你找到了一个稳定而爱你的男人，但是相对付出的代价是可能没有办法像你的朋友一样去冲梦想或是追梦。如果嫁给他的附带条件就是程度性的牺牲你的梦想，还爱他吗？还要他吗？这个男人值得吗？在天平上，我们永远都必须选出哪一件事情对我们更重要。我觉得老人家的想法没有问题的，上一代就是这样想的。至于能不能改变他们的想法，那是你们两个要同心努力的事。如果你们两个能够同心，都不是问题。爸妈都是爱你们的，一定可以沟通。祝福。好，谢谢寇老师。正应了那个作家的那句话，有些人活着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却还活着。其实你看你活着，你已经死了。你想想看，你的生活是不是全部都是父母按部就班的？你没有一点活出自己的人生。而他想要挣脱，他想要过自己的日子。如果他是真的想要过自己的生活，我想跟你说的是，兄弟，别看你们谈的时间长，从初中就开始谈起，但是你早就开始失去他了，只是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而已。从你们对于周围生活和将来的打算不一样的时候开始，你已经开始失去他了。
你还没有察觉到。如果说在最开始的恋爱过程当中，你们有情投意合，那么你们早就没有了志同道合。你们的志向是不一样，你们的道路也是不一样，你们需要的生活也是不一样的。两个年轻人携手走向爱情，那叫情投意合；两个恋人携手走向婚姻，那才叫志同道合。道不合就不相为谋。所以我认为你们俩注定要分开，你们俩现在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如果说还有那0.0%几的希望，就是他能够毅然跟你去广州，从此开始人生自己做自己的主，从此也那么叛逆一回。但是你必须为自己的这个行动付出代价，你不能后悔。要得到就要付出，如果付出了还没有得到，就不要后悔。但是我只是这么说而已，做决定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不认为你去了广州，你们俩之间能够挽回有多大的希望，那只是微乎其微的一个希望，因为我认为你还是离不开家庭。他有挣脱的欲望，并且他已经付出了10届，你连挣脱的欲望都没有。我有的时候特别不明白，你们这样的婚姻日子过得像什么？我会说服我妈的。你不用说服你妈，你说服你妈最好的方式就是从此开始自己做自己的主。我不认为这一定是叛逆，但是你到现在为止，你口口声声还在说我要说服我妈，连站到这个台上为止，赵传能问你说你能做得了主吗？我想我还是会跟我妈沟通的，没用。你敢去广州吗？我愿意。大点声。我愿意。再大点声。我愿意。我不信。我愿意去广州找你，苗苗。我不信。你们俩要真的走下去，唯一的理由就是你们俩要有共同的生活价值观和志向，你们的情投意合才能延续下去。但这绝对不是赌气，而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并且不再后悔。去了就不再后悔。所以你自己做决定，就这样。生活不可能全周全了，取什么舍什么，自己做决定。只要不让此生后悔，千万不要再追求结果了。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苗苗，我希望我们能回到从前。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们多开心啊！虽然说我爸妈是这样对你，但是我愿意为你去跟我爸妈说，然后我们可以先去广州，我先陪你，让我爸妈着急了，让他找我，是不是？我们还能在一起。我想要为你改变，我会跟我爸妈说，我一定会说服他们，我一定会让他们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是挺好的。我会愿意你为了你的工作、你的梦想，我愿意在旁边守护着你。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吗？我也舍不得我们2个人这段感情，但是我想要的是苹果，你给的却是梨子，而且你们家真的是把我逼得太急了，什么事都强势着我，压着我。哎呀，请亮灯吧，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吧。我最后一句话，女生，如果说刚才的黄金60秒，这个男生还在说我陪你去广州，还在说我要说服我爸妈的话，那你还是毅然决然的走。但记住，如果在广州不管闯得出来闯不出来，在落寞的时候就不要再后悔今天的选择，不要再想要回到他的那个家，回到一个那样的婚姻，走了就不能回头。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领100元现金券，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优惠券，领不停。接下来当然要看这对年轻恋人的选择了，希望今天他们的选择是慎重的，不会后悔的。请拍门。
来，有什么想跟他说的吗？我还想努力。去呀，去呀！我去找他吗？你想努力，你问我，你去找他吗？在你去之前，我现在可以下台吗？我讲一句话，记得，不管你想做什么努力，如果你想回去过去的日子，那真的不必了，因为我们会长大的，我们不可能永远在大学时代。我愿意去承担任何该承担的东西。那就试着长大跟往前走吧。谢谢老师，加油！